电影《教父》里有句著名的台词说，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也看不透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很显然不再是知识，也不是别人替你总结好的经验，而是探寻万变中的不变，持续看清事物的本质。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就是对底层逻辑的认知力。山水显露摧车舟，若比人心是坦途。当我们谋局能察人心，处事可视人性，便能在这乱花迷人眼的世界，洞若观火地看清世事。关于老年人受骗的消息，不管谁听到了都会心疼。很多儿女只会在父母被骗之后说很多责怪的话，甚至因此和父母闹翻脸。有一种孝顺，就是你养我长大，我护你到老。年轻人帮助老人去识别骗局是应有的责任，不要以为老人经验丰富，能够应对一切。时代在变，老人也许跟不上节奏，经验并不管用。如果你的父母很老了，请告诉他们，拒绝7大骗局，防患于未然，比事后挽救更靠谱。1. 恋爱时不乱找老伴，是老年人应有的清醒。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别相信别人的那张嘴。很多人喜欢听甜言蜜语，以为这是爱情来临的征兆，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蜂蜜的来源是依靠蜜蜂的勤劳，要绕开蜜蜂尾部的毒针。玫瑰很好看，但是上面有刺，需要把刺消除了才能握在手里。很多老人在失去爱人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恋爱模式，找老伴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投怀送抱，总有一些人借着恋爱关系锁定老人的钱财。比方说电视剧都挺好里的保姆小蔡，想办法讨好苏大强，得到存款，还索要房子。老年人的恋爱要循序渐进，做到彼此知根知底，不能和双方的父母见面就和双方的儿女见面，多一道程序就是多了一道保护层。2. 求同情时，可怜巴巴的人也许是受伤的狼。老人富有同情心，这是慈祥的体现，值得点赞，但是千万别爱心泛滥。比方说路边遇到一个乞丐，不仅让你给现金，还可以用2维码付款，明显就是骗局。一个可以买得起智能手机还会用手机的人，智商不差，起码可以用脑力劳动赚钱。不随便同情别人，避免财产受损，纠缠不清。尤其是老年人去陌生城市单独外出时，收起自己的热情。3. 志同道合时，让你可以大器晚成的人是在套牢你，你喜欢什么，对方也喜欢什么，一拍即合。这是很多老年人的社交模式。如果不是这样，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也不会有那么多。要当心，发展小爱好是老年人的乐趣，发展大事业赚大钱的爱好大概率是陷阱。比方说，老人参与了一个集资的项目，投入5000元，月收入可以达到500，并且对方鼓励持续投入。从以上这个比方里可以看到骗子的套路。第1个月收取老人5000元，第2个月继续收5000元，然后拿出500元作为回报，如此反复，老人拿到的钱始终是自己给的。当钱的数量到了很大之后，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没有几个老人能够大器晚成，还是踏踏实实过小日子，不富有也不惊扰。4. 破财消灾时，家庭最大的灾祸就是遇到装神弄鬼的人。2023年6月的一天，公伯收到在外地经商的儿子电话，表示做生意失败，需要公伯赚100万给他资金周转，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刚丢失，
故使用朋友微信加公伯为好友。之后儿子发来微信视频，要求转账到朋友账户。公伯打了儿子手机无人接听，心想确实是儿子的声音，看到的微信视频也是儿子本人，就放松了警惕。苦于年纪大，不懂手机转账，便跟银行的客户经理咨询怎么办理。客户经理小邹了解公伯的情况后，立即提高警惕，邀约公伯前来网点核实情况。公伯到达网点后，向客户经理小邹展示儿子发来微信视频，视频中的确是公伯的儿子，也在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生意失败需要公伯转账100万资金，协助其周转的诉求。出于谨慎，客户经理小邹还是建议公伯现场再次致电儿子手机确认。这一次儿子终于接听电话了，电话中儿子否认生意失败，更没有要求公伯给自己转账。此时客户经理确认公伯是被骗了，告知公伯这是新型 AI 换脸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他转账。公伯连声道谢，感谢你们保住了我的养老积蓄。老人不知道识别联系方式来自哪里，只知道着急，这就是老人的缺点。从这一点来说，年轻人很有必要每天打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很平安，别担心。那些装神弄鬼要帮忙破财消灾的人，本就是自带灾祸，不必理会。今年4月，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10分钟内被骗430万元。案发时，他的好友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称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430万元保证金，想借用郭先生公司的账户走账。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加上已经视频聊天核实了身份，郭先生在10分钟内先后分2笔把430万元转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上。事后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得知被骗，有装成你的领导诈骗的。此前据媒体报道，上海某公司高管被 AI 换脸的公司领导诈骗，损失150万元。还有装成你的亲戚熟人，一开口就有事相求的，想变成谁就变成谁，相似度达80%，随意一张照片就能建模。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不管是你的头像还是在朋友圈的一张小照片，只要是照片都可以直接上传进行特征的识别建模。照片上传后一般就会有30秒钟左右的时间对照片进行特征识别，然后进行建模。建模好过后就可以进行实时转换。一个高配置的电脑合成一段10秒的换脸视频只需要1-2分钟，而技术的发展，视频聊天的实时变脸也不是难事，合成出来的视频相似度可以达到80%。AI 诈骗技术如此成熟，到底怎么防？警方支了以下几招：一、让对方用手指或者其他遮挡物在脸前晃动，可以要求其用手指或者其他遮挡物在脸前晃动。如果画面出现类似果冻效应或者抽搐，那对方很可能正在使用 AI 换脸技术。二、询问对方一些私密的问题，可以通过询问对方自己的生日、电话、喜好等等来确认对方的身份。三、要求对方线下见面，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等涉及经济往来的，为安全起见，可以要求对方线下见面。五、熟人社交是真正可以伤害老人的，往往是身边的人。你可以知道朋友在干什么，但是不知道朋友的朋友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朋友的老乡亲戚在干什么，但是你相信朋友是好心的，这就是信任危机所在。老人不要轻易相信熟人，如果对方拉着你去做什么，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选择深信不疑。就是邻居也可能伤害到老人，比方说
邻居家有猫猫狗狗，请老人帮忙照顾几天。万一猫猫狗狗是偷来的，老人就成为了帮凶，和人很熟，还得和人之外的关系、物品、事件很熟才能信任，值得怀疑的都是需要拒绝的。6. 网络是网络里的新花样，多半是糖衣炮弹。现如今，很多老人也喜欢网购，还喜欢看网络视频、直播等，动动手指就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人联系，还能享受到各种服务，好不惬意。网络是鱼龙混杂的，一般的老人看不透。我的母亲收到短信，说某平台有活动，可以领取优惠券。母亲毫不犹豫就点开链接，一路操作，拿到优惠券的时候，才发现该平台卖的是旅游，旅游点在108000里之外，压根就去不了。现在常常有各种客服假工作者主动问候老人，让老人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付出了巨额的服务费，或者通过某种诱饵打动老人的心。7. 送便宜是无故给你好处的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贪小便宜吃大亏，这样的道理老人懂得，但是贪小便宜的习惯却无法改变。给老人送礼物，甚至带着老人去附近旅游，这是商家的套路，而不是孝心。要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钱一分货，价值很高价格很低的东西多半是有蹊跷的。上门送礼物的人更要注意，坚决不要让他进门。作为儿女，无法时时刻刻盯着父母的言行举止，但是要把防骗的方式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定期检查父母的手机，删除和注销一些无用的软件信息，每天和老人联系，彼此知根知底。老人打电话询问时要耐心听，别一口回绝，强化平时的互动学习，防人之心不可无。儿女宁愿多心，也别太放心，一起加油，守护老年人的平安吧。老年群体防范被诈骗，要做到3要3不要。1要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贪。从案例中不难发现，上当受骗的人普遍存在防范意识不强，对目前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增多形势不了解，思想意识上没有设防。此外，贪、爱占便宜是人性的弱点，骗子正是利用这一弱点实施犯罪行为，利用群众的高回报心理，特别是老年人的弱势特点，骗取养老钱、看病钱，甚至是保命钱。因此，老年群体心理要时刻增强防范意识，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免费的午餐，牢记那些小便宜，高回报是诱饵，贪小便宜吃大亏。2要提高防范能力，不要信。老年群体心里有防范意识还不够，还要了解犯罪分子的一些基本诈骗手段，学习防范技能，不断提高防范能力。各种熟人网友借钱推荐产品不要信，公检法人员找上门要记着报警核实，不要立即给钱或者转账。黑社会帮忙消灾不要理会，短信发过来的威胁链接不要打开，电信工作人员催缴电话费的。有人告知医保卡在异地药店买药消费已经不能用，进而告知信息被盗用的信用卡欠费，涉及金融案件被起诉等，要与相关部门核实真伪后再决定怎么做。3要紧跟时代步伐，不要懒。很多老年人觉得工作几十年了，退休可以休息了，不用再学习了，或者觉得自己老了，学习没有用了，思想上一放松，行动上就开始懈怠，慢慢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学无止境，学习是终身的事业，老年人要调整好心。只要自己有存款，就不用看别人脸色，而且自己的钱花起来也自由，不需要跟别人报备。人一旦上了年纪，手里有存款就特别的重要。大多数老人会觉得手里的存款越多越好，
这样在面对紧急事件的时候就不会手足无措。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一定要有足够的存款，但是那些有退休金的老人是不是就可以肆意挥霍呢？大多数人都觉得有退休金的老人每个月不用工作都可以按时拿到工资，到了时间就去银行取钱，这样的老人根本不需要有存款，在有限的时间里享受生活就好，毕竟存再多的钱，人没了也带不走。倒不如趁着精气神还好，享受当下。看起来有退休金的老人确实不需要有自己的存款，但是晚年手里没点余额，晚年真的也能过得幸福吗？采访了3位70岁的老人，一起看看他们的真实经历吧。73岁王大哥，每个人的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花钱很阔绰的人，所以到了晚年，我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思想，总觉得要趁着自己还走得动，多享受生活。年轻的时候，我的工资并不低，但每个月根本就存不到钱。我的老伴儿告诫过我，要趁着能挣到钱的时候多存点钱，以备以后的不时之需。可是我从来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总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有钱就该肆意挥霍。退休后我不用工作，每个月也能拿4000块钱的退休金，我还是没有存到钱，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岁数了还存钱干嘛呢？人没了又不能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花，还不如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再加上我每个月都有工资，肯定不会穷到连饭都吃不起。我觉得我完全不需要存钱。几年前，我老伴因为一场意外离去了，我也因为这场打击，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刚开始只是吃不下饭，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做什么事儿都萎靡不振的，甚至连爬个楼梯都费劲儿。那个时候我身边就急需要有人照顾我，刚开始我直接花钱去了养老院，我心想养老院是专门伺候老人的，这样我也省心。可我没想到养老院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自从去了养老院以后，我不仅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反而有了一肚子委屈。里面的护工一点都不尊重老人，而且居住环境又差。没过多久我就从养老院搬出去了。后来我就又找了个保姆来家里伺候我。有一说一，保姆对我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可是保姆一个月要6000块的工资，我一个月只有4000块钱的退休金，而且一点存款都没有。这让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养老方案。万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央求子女轮流照顾我。可是我能感觉到子女对我的敷衍，毕竟谁愿意身边有一个拖油瓶呢？我不仅不能帮助他们，反而拖他们的后腿。我能感觉到子女对我的嫌弃，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直接骂我。他们说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别的父亲都是拿退休金帮助子女，只有我的退休金还不够医药费。到了这个时候我才醒悟，原来老人就算有退休金，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存款。世事难料，谁也不能预料到自己晚年会不会有困难。如果不给自己存点养老钱，就会落得我现在这个局面。不仅自己晚年过得不好，还连累了子女，每天都要看别人脸色过日子。70岁苏女士，我姓苏，今年70岁，现居湖北襄阳。我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也有5000退休金。很多同龄人都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有这么多钱，晚年肯定过得特别幸福。我当时也被他们夸得飘飘然，所以我和老伴儿退休以后就四处游玩。我们去了很多个城市，在朋友圈里收获了很多点赞，他们都很羡慕我。我和老伴儿都没有存钱的概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看上什么东西直接买，从来不会犹豫，花钱也越来越大手大脚，简直没有一点消费观念。而且我还特别好面子，回老家的时候给亲戚包红包都是1000打底，只要是我认识的人开口找我借钱，我都会慷慨解囊。前后后借出去了10几万，大家都夸我是个大方的女人，我也特别的享受这种被人羡慕的感觉，就更加忘乎所以了。有一年，儿子打电话说他做生意亏本了，想让我借他20万周转一下，我当时就懵了。虽然我和老伴确实有很多退休金，但存折里根本就没钱。但是我只有这一个儿子，说什么也要帮助他，所以我和老伴只能把房子给变卖了。我当时心想，我和老伴有退休金，到时候租个房子，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可没想到我这儿子太不争气了，他又去做生意，还是赔了个精光。
而且他还找人借了钱。现在我和老伴的退休金一大半都要用来贴补给儿子，只能留2000块钱当做生活费，每天都过得特别拮据。我和老伴都不敢生病了，有时候感冒发烧连药都舍不得买，只能多喝热水。后来我被逼得没办法了，就想把之前借出去的钱要回来，可是那些朋友知道我现在没钱了，一个个对我避之不及，我连他们人都找不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我老伴儿现在又出去找了份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勉强够我们老两口生活。看着别的同龄人过得那么潇洒，我真是太后悔了。要是当时我能不那么挥霍，而是把退休金拿出一半存起来，或许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现在才懂得老人手里有钱是多么的重要，只可惜一切都回不去了。75岁的周大爷，年轻的时候我工作非常努力，所以现在退休，每个月有6000块钱的退休金。我老伴儿也有4000块钱的退休金。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就是我们夫妻俩不差钱，但实际上我们生活过得很节俭。我们不喜欢出去下馆子，而是喜欢在家里做饭吃，一来是比较健康营养，二来也是为了省钱。我每个月都会存6000块钱，剩下4000当做生活费。老伴儿也很同意我的做法。身边有朋友说我一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不好好享受生活，而是把钱存起来，简直是铁公鸡一个。可他们不知道有存款的重要性，直到发生了那件事，他们对我才有所改观。我和老伴儿就只有一个女儿，女儿一直抱怨和婆婆有矛盾，想要搬出去住。可是女儿女婿都是普通的上班族，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想要存钱买房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而且那个婆婆还特别偏心，把唯一的一套房子分给了女婿的哥哥。女婿也是气得不行，我听说了这事儿，也为女儿打抱不平，于是就和老伴儿商量，把我们存的钱给女儿，让他们首付买套房子。因为这件事情，女婿对我更加好了，感觉就是把我们当亲生父母对待。女儿也是经常回来看望，我们一家人的关系也更近了。去年我孙子谈了个对象，但是女方要10万的彩礼，女儿女婿没有那么多钱，这事儿就一拖再拖。女儿就想找我借，我二话不说就把钱打过去了。孙子的婚事这才顺利进行，孙子也特别的感激我。从那以后，女儿女婿一家人就格外的殷勤，孙子也特别的孝顺。我知道这一切说的现实一点，就是因为我有钱。我要不是没有这些存款，或许我们一家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温馨。作为父母，肯定是希望子女过得好，所以平时存点钱，子女在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一把，真的会增进感情。这也证明了晚年老人手里有存款的重要性。3位老人的真实经历真是让人醍醐灌顶。老人不管有没有退休金，手里有没有存款，真的特别重要。所有的退休老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不要觉得每个月都有钱就不想以后了，这是特别错误愚蠢的想法。人这一生总是会面对各种挫折和波澜，谁也不知道意外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那点退休金只能是杯水车薪，想要彻底解决困难，还是要靠平时的日积月累。老人只要手里有点存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会慌张，因为自己有底气，而且存款在自己手里，花起来也方便，不需要去看子女的脸色，甚至有时候还可以帮助子女渡过难关。不管在什么时候，人是一定要有老底的，懂得理财，懂得存钱，才是老人晚年幸福的法宝。不要等到困难在眼前了，才意识到钱的重要性，那个时候就只会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凄惨，后悔也晚了。曾经以为视金钱为粪土，后来发现没钱的生活粪土不如。曾经以为谈钱会伤感情，后来发现不谈钱感情都没了。曾经以为没有钱就去赚，后来发现人老了没钱就是没钱。随着年龄的改变，一个人对于金钱的认知会越来越现实。那些高大上的理论说起来朗朗上口，但是和生活不是一回事。在变老的路上，我们会想尽办法的赚钱存钱，但是存钱的目标不同，结局不同。俗话说养儿防老，击鼓防饥，那到底是养儿靠谱呢，还是击鼓靠谱呢？遇到一个有孝心的儿女，两者都一样；遇到没孝心的儿女，
唯有击鼓。令人惋惜的是，很多老人把一生的积蓄都给了儿女之后，才发现儿女靠不住。在清代小说《无声戏》第11回里，写了2个养儿防老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变老以后，存钱和不存钱的人生区别很大。一，存钱给儿女和存钱给自己是有区别的。2个老人从小就是结拜兄弟，都很节俭。贾老人有2个儿子，乙老人没有儿女。贾老人心里想的是，早一点把钱财给到儿女，让他们创业致富，家庭兴旺了，日子就好过了。于是呢，他毫不犹豫地把银子就分成了2份，2个儿子各拿1份。按照规矩，贾老人呢在大儿子家住上几个月，然后就去小儿子家住上几个月，轮流吃饭。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客气，但是老人去了任何一个儿子家，吃的都是青菜萝卜，谁都不愿意因为赡养老人多一些开销。不赡养老人的时候，儿子们大鱼大肉，好不逍遥。贾老人吃不好睡不好，很难受，就去找乙老人诉苦。乙老人说，我找了2个继子，他们对我都很好，你和我吃2顿饭就明白了。中午的时候，大继子管饭，1碗鱼汤；傍晚的时候，小继子管饭，1碗红烧肉。奇怪的是，只见饭菜不见继子。贾老人不知何故，乙老人呢掏出2包银子，说左边是大继子，右边是小继子。很明显老人有了存款以后呢，早早的就把存款给了儿女，接下来的生活就难以为继了，处处都要受到儿女的制约，看儿媳和女婿的脸色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要固执地认为自己手上的钱财迟早都是留给儿女，还不如早一点分配，还少了保管的责任。如果儿女有办法拿到钱财，还能做一番大事。想法很好，但是儿女不一定领情。想一想，要是儿女拿着老人给的钱创业失败了，或者赌钱，几天就败光了，接下来应该怎么过日子呢？辛辛苦苦一辈子，只要钱脱手了，就等于是底气弄丢了。聪明的老人呢，会为自己存钱，不会因为心疼儿女而放下存款。毕竟人心隔肚皮，父母对儿女是无私的，儿女反哺父母就不一定是无私的了。2，有了存款之后，再指望儿女养老是有附加条件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有一个百姓叫单龙泉，以经商为业，他不贩卖别的货物，单在这个本处收荔枝原眼，然后到苏杭发卖。长子单金早丧，姨父生有1孙，就叫做姨生。次子单玉是中年所得，和姨生虽然是叔侄，但是年相上下，却如同兄弟一般。2个同学读书，不管生意之事。家中有个义男叫做百顺，写的一笔好字，打的一手好算盘。龙熙见他聪明，时常带在身边服侍，又相帮做生意。百顺走过1、2遭，就与老江湖一般熟识，为人又信实，说1是1，说2是2，所以行家佃户没有一个不抬举他。龙熙不在面前，一般与他同起同坐，又替他取了个表字，叫做顺之。做到后来，反验龙熙古板，系他活动。龙熙拖不去的货，他拖得去；龙熙讨不起的账，他讨得起。龙熙见他节得喜缘，就把拖货讨账之事索性就交他经手，自己只管总数。经过多年的打拼，单龙熙变得富有了，开始考虑养老和儿孙的未来。他把1/3的银子藏在了地窖里，留给了儿孙。另外1/3的银子呢，用作生意的资本。为了让家庭更兴旺，单龙熙带领奴从百顺去做生意，把孙子和小儿子送到了学堂读书，希望在功名和财富上取得双赢。结果事与愿违，儿孙读书就是混日子，考取功名的事情丝毫不上心。单龙熙长期为了家庭操劳，一病不起，于是就把地窖有银子的事情告诉了儿孙。儿孙拿出了银子，却不知道如何分配，谁都想独吞，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生意场上的事情，两个儿子都不愿意吃苦，父辈的事业3-5天就给败光了。儿女知道父母有存款和拿到了父母的存款是不一样的，如果儿女拿到了存款，还能如以往那样孝顺，非常难得。其一，自身条件很好的儿女拿到了父母的存款就是如虎添翼，因此他继承了家业，并且可以让父母过更好的日子。其二，素质很高的儿女，不管有没有钱，都会想办法孝顺父母。如果父母自己有存款，他们会更用心地供奉父母。其三，小家庭很和睦的儿女，得到父母的存款后，也不会动什么歪脑筋。小夫妻会把父母当成恩人，供奉一辈子，也不会有怨言。如果老人看不清儿女的人品，把存款交给儿女之后，苦日子就接踵而至。唯有给儿女的孝道添加一些附加条件才对。聪明的老人会怎么做呢？引导孩子自强。小欢喜中，方圆对于父母被骗的事情是非常苦恼的，帮助父母自己在北京就没了房子了。以前他自己倒没什么，可现在他们是一家3口，外加累儿，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总不能让老婆孩子住在大街上吧？更何况2个孩子又都要参加高考，正是需要安心学习的时候。你说不帮父母吧，他于心不忍。父母把他含辛茹苦的养大，供他吃穿，供他读书，张罗他的婚事，照顾他的孩子。而当父母有事的时候，他却将他们撇在一边，他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生活？或许这就是成人世界里的真相，不是小学生卷子上的选择题，而是不论你如何选择，最终都会受伤，都会难受，都会觉得无奈。正所谓两害相衡取其轻，可问题就是哪一个才是轻的呢？方圆看看左右手，心中很是纠结，最终他选择卖房子。小舍得这部剧情主要是讲方圆一家与其他2家孩子的高考的，因为镜头的焦点放在了他和童文杰对孩子的教育之上，而没有过多的地方去阐述方圆的父母是如何教育他的。但从方圆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方父方母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注重教育孩子自立自强的，所以每面对父母的馈赠，他都是推却，觉得自己正当壮年，没必要从父母的手中扣钱。这样的孩子，不管父母是否将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都会好好照顾父母的，并且会为父母打开伞，帮他们遮蔽外面的风雨。因此父母想要晚年幸福，就一定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教育他独立自强。2. 看情况补贴，如果孩子急用钱就给他们，毕竟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父母的钱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孩子们生活的需要，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喘息一下。如果孩子不着急用钱，那就把钱存起来，偶尔给孙子孙女儿买个玩具什么的，从而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乐，以免去晚年孤单凄苦。3. 锻炼身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论是谁，长期面对常年生病而无法外出挣钱的父母，多半很难保持愉悦的心情。所以老人要好好锻炼身体，这样一来，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不会成为孩子的负担。人老了，不论是存钱给自己还是把钱给子女，都有一定的风险。聪明的老人会选择教育孩子自强的同时，看孩子生活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补贴，以免孩子能度过困难，而自己也有钱养老。最后他们还会锻炼身体，不给孩子增加过多的负担。诗曰：古语有子万事足，多少穷民怨孤独。人老了，不仅要有钱，还要有谋略、远见，另外加一份私心。不管儿女多好，老人留一手，虽然不近人情，但对自己没坏处。困难总是在不断的出现，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就会遇到困难。钱在儿女手里，你要花钱，起码要打个电话，等儿女送过来。如果在自己手里，就随时可以花。人是会变的，今天的好儿女不等于明天的好儿女，谁说得清呢？记住2种现象。第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嫁了丈夫远了娘家。
第二，父母把最好的饭菜留给了儿女，儿女把最好的饭菜留给了孙辈儿。说到底呀，人老了，有钱才有福气，钱在自己手里是底气。在此也奉劝儿女们，父母今天的样子就是你明天的样子，别知道的太晚。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喜欢佛禅频道，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